蔡先生现在在他们手上，朱天德也死了，现在还能怎么办？一定要有办法的。越到这种时候，越不能轻易放弃。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找回密码，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借助陶成凯他们的力量。陈哥，你说这件事会不会是青帮的人干的？不行，和陶成凯作对风险太大了。丁云峰抓走小四，就是为了操控我们在前面替他卖命。他的性格和身份决定了他的行事手段，只会躲在后面，绝不会抢出头。而且，他要想这么做的话，早就下手了。那会是谁啊？陈哥，这件事儿，你要不要告诉蔡先生？他现在的状况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意识还算清醒，但是已经有了感染炭疽的迹象。再过10几个小时，炭疽就会进一步爆发。一旦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，就等于宣判了死亡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除非找到抗炭疽血清，否则死亡率是100%。阿林，一定要振作起来。蔡立坤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。现在我们首先要想办法，怎么隐瞒住朱天德死亡的消息。三哥，人都已经死了，可能吗？你不在的时候，苏院长已经安排白小姐来负责朱天德，这事他肯定会发现。那就想办法，想办法不让他发现。怎么？看到我很奇怪吗？平时这个时候，你不是已经到院外出诊了吗？啊，今天可以晚一点。我正在等你呢，想要跟你说一件事。等我？啊，这是13号病人的药吧？给我。啊？你知道具体用量吗？这你就别管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不仅仅是换药，跟这个病房有关的一切，都由我来单独处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现在是病人关键的治疗时期，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能够打扰他。你能够理解吗？现在每天我要为他做5分钟的身体按摩，还有4肢伸展运动。经过这几天，我发现对他的康复非常有作用。别的事情我可以不管，这5分钟要给我吧？不行，我是13号病人的主治医师，他的治疗由我说了算，而且我这个主治医师是代理人陶成凯先生自己定的。马天明，你要知道自己是个假医生，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可以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。以前有人帮你，现在只有你自己。蔡立坤什么时候回来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有他帮你，我放心一些。总之，我的事情你别管了，行吗？来，给我吧。我不可以把病人完全交给你，马天明。我之前答应过你，替你保守身份的秘密，我说到做到。但请你一定要记住你答应我的话。我知道了，等我忙完手上的事儿，我会尽快离开衡山医院的，行吗？
陶先生，您真的非得这样吗？这样对病人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看看。苏院长，这就不必了吧？嚯，怎么，现在连我都不能去了吗？那倒不是，苏院长如果愿意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去。不过规矩一旦制定，我们还是不要破坏，尤其是您。陶先，您忘了您送他来的时候的承诺了吧？当然没有。苏院长，你放心，经过这段封闭的治疗，等朱先生的病情稍稍有些起色，我就会把他撤走，转到更适合他的地方。不过现在，我们还是要按规矩来办，除了蔡医生，任何人不可以进入。苏院长，绝弟，什么事啊？我这还有客人呢。苏院长，我想请您立刻更换13号病人的主治医师。为什么？因为蔡丽坤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他现在既要外出出诊，又要照顾13号病人，我怕他应付不过来，耽误了病人的治疗。绝弟，你处处为病人着想，这很好，我也很高兴。但是蔡医生是13号病人的家属和陶先生亲自选定的人选，换他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。我也知道他现在忙，两边兼顾，不是把你派去帮忙了吗？我刚刚从13号病房回来，蔡医生告诉我了，以后除了他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白医生，针对朱先生现在的病情，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。蔡医生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。可是那里很安静啊，要不怎么会把病人转过去呢？那就让他更安静些。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也是朱先生家人的愿望。既然这样，就按陶先生的意见办。陶先生，您真的认为蔡医生那一套奇怪的理论和治疗对病人有效吗？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跟蔡医生出去了，外面还有一个病人在等着他。苏院长，您说……学弟，不要再说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，蔡博士已经和我们、和衡山医院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份子。我希望你尊重这种和谐，信任他，就像信任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好吗？今天啊，在开会之前，我要先说件事儿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蔡礼坤医生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入13号病人的病房。这是基于病人的特殊情况，我们做的新规矩，请你们大家都能理解。今天我讲的题目就从这件事情开始吧。朱毅，你怎么不听了？没什么，去看看7号病人的情况。不对吧？我看你是因为刚才苏院长的话吧？其实啊，我一直很赞同苏院长的决定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觉得他做的不对。有什么不对的？苏院长不都说了吗？是为病人着想。再说了，人家病人家属都同意了，还派人守在门口，咱们呀就别操这份心了啊。家属，你真的以为站在病房门口的是他的家属啊？
Look at this. This is way too serious for us.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before. 怎么会这样？你看，韩城的病情有好转了。怎么回事，华顿教授？我也很奇怪，感染上肺炭疽病的人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个小时，他不但没有出现高热、呼吸困难等症状，流感症状也减轻了。会不会是报告弄错了？我每个小时都和里面进行一次通话，这些是记录，都是里面病人的口述。所以真的像您说的一样，奇迹出现了。现在无法得出结论，也许是康复的前兆，也许是恶化的开始。喂，是我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刚量过体温，36度2。36度2。对，跟之前一样。流感的症状有所减轻，但是我总觉得这是假象。可是上一个病人并没有撑过30个小时啊。是，但是我接种的细菌是从吕少尉血液中提取的。在他死之前，我已经对他进行大量的药物治疗。我估计细菌一定是发生了变异，因为我从他血液中提取了炭疽杆菌强能株，进行菌液培养，失败了。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好，千万不要放弃。你跟我都不要放弃，都不。就这样吧，下次联系。怎么样？炭疽菌液培养失败了，而且他说，身体的疼痛和乏力感比之前再次加剧。是按照我说的做的吗？对，就是按照你说的做的。抽血的时间延长到了5个小时，每次抽取3毫升，而且还加大了青霉素的注射用量。他还在咳嗽吗？你听到他在咳嗽吗？比之前更加严重了。华顿教授，告诉我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曹先生，以我过去的经验来看，韩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，只是延长了第一个患病的周期。所以，下一个周期真的会更加严重了。接下来的下一个周期一定会更加严重。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你想说逃吧？蔡立坤没治好之前，我哪儿都不会去。你觉得他能治好吗？如果连这点希望都没有，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？不如直接放弃得了。
邵先生，你想过杀害朱天德、抢走密码的人到底是谁？这个我希望你来告诉我。你还认为我跟那些人有关系？我只是知道抢走朱天德密码的那些人对朱天德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否则不会在你得到密码的时候他们就出现。能掌握这些的人并不多。凶手一定是衡山医院的人。屈如森能化妆成病人混进衡山医院，你马天明能装成医生混进衡山医院，其他人为什么不可以？所以他们很聪明。能在我的手里把密码抢走的人，不但聪明，还很有胆量。可惜啊，他们再聪明再有胆量，也取不走那笔钱。为什么？因为密码只有一半。半个，另外半个在哪？我不知道。这样，你回去以后注意身边的人。杀朱天德抢走密码的人应该会发现这个问题，他会主动联系你。哎，护士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蔡医生让我来取药啊。这么多，这给谁取的药？还不是那个13号。你是说朱天德？是啊，蔡医生现在不让任何人进入病房，说的任何事情都是他来负责，所以让我一次多取些。哦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千泽，这次的成功，你有一半的功劳。只不过是我们运气好罢了。是啊，现在我还不敢相信我们会这么轻易的就把朱天德的密码搞到手了，像做梦一样。来，为胜利干杯！中村君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想过什么？我们这么轻易的得到密码，会不会是假的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也没什么，只是……算了。你是不是在衡山医院听到了些什么？不说这些了。金子，等这件事情结束了，我会送你一份大礼。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怎么，钱拿到了？看你记得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现在也可以送给你。我是怕你着急。哦，别忘了，这份密码可是我们从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嘴里生生夺下来的，他们怎么会这么容易善罢甘休呢？再说了，朱天德突然就死了，外面风声一定很紧，我们还是等避过这阵风头再说吧。庆子，你放心吧。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们前后准备了这么久，我很清楚该做些什么。明天我会去总领事馆，亲自把密码交给三浦总领事。那些钱和后面的事都要由他来安排。
虽然说密码的确是我拿到的，但是我没有权利处理它。证件。您终于来了。最近外面的风声太紧了，我因此而拖延了几天，还请见谅。总尊君，你为我们立下了大功一件，任何事情和这个相比，都不值得一提。密码带来了吗？带是带来了，不过我想亲自把它交给三浦总领事。信不过我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给总领事一个惊喜。也好，不过今天不行，三浦总领事被军部召回述职了，这几天不在，这里暂时由我负责。述职？总尊君，看看这个，这是丁云峰在烟土里掺假的证据。总尊君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不会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吧？绝对没有。这件事我的确是知道的，但是真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但没有参与，还多次警告过他。只是警告？看来你的警告并没有起作用。这是我的人得到的证据，确凿无疑。丁云峰长期以来在烟土里掺水兑假，每个的利润就增加了30%。你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的严重吗？真的很对不起。当警告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就需要杀一儆百。背后搞我们小农村的人很多，不止他一个。和顺洋行的谭老板，你知道吧？我明白了。总尊君，三浦总领事要是知道这些事情的话，他会很不高兴的。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总领事回来之前处理好此事。东野故事，这就是朱天德在美国花旗银行的账户以及账户密码。
这里面存有500万法郎。四爷，放在您面前的这2份，一份是用印度的马蹄土熬制而成，还有一份是经过我熬制的新土。请您来就是想让你鉴别一下，看看您能不能分辨得出来。样子倒挺像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拿上来。这2枪已经分别装好，请验货。马蹄土绝对错不了。哎，这个小兔崽子，你又搞什么鬼？这2枪明明是一样的。虎哥，在场的可都是证人。四爷，这些货你就大胆放心的向外发，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人发现。利润算过吗？我粗略的算了算，可以比之前的老办法翻上3倍的利润。这么说，我们以前的滚汤圆可以作废了？四爷，这味道真是没得说。没想到真让这小子碰出来了，反正我是分不出来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我小时候，我爹在乡里行医，有的病人病痛难忍，我爹就给他们点大烟膏子止痛，但是又怕他们成瘾，便用过这个掺红枣再发酵的办法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那天也无意中听四爷提起过，便想冒险试一试。说吧，我要赏你些什么？谭老弟，咱们是多日没见了，干一杯。二位慢慢喝，我去就回。干嘛去啊？女人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？老弟啊，这就是你新纳的那位弟妹。好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花了我这个数啊，不过值了。还有呢？我说过，剩下的一半要事成之后才能给。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帮你，事后你不给怎么办？到时候找又没出招，告又没出告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行吗？动手杀人的又不是你。记住了，这是最后一包，要一次性服下，千万不要让他发现。咱们必须第一时间对他进行治疗，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血清。你想想，这个细菌一旦传出去，上海300万人口都有可能被传染。我希望，如果我成功了，
可以挽救我的同胞，就算失败了，我也以尽我所能，作为医生死而无憾。这就是我的信仰。千万不要放弃，你跟我都不要放弃。你干什么？不干什么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除了我以外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朱天德的病房。我可以不进去，血液检查怎么办？什么血液检查？按照规定，每隔2周我们会对他进行一次采血检查。不用了，既然是新的治疗方法，抽血就免了。不可以。朱天德之所以中风，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。定期对他血液中的血脂、血糖进行检查，有利于观察病人是否患有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，同时可以兼顾他肝肾功能的检查，了解长期服用药物是否对他的肝脏功能有影响。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不让我进去，但是你没有权利取消我的常规检查。听明白了吗？说那么多不就抽血吗？我来。哎，你可以吗？三哥，你要干嘛呀？哎，三哥，拿这绳子，哎，拿着，系上，快，紧一点啊，快点！好了吗？你要是不敢就让我来，千万别逞强。要是碰到动脉引起大出血就糟了。三哥，要不咱们算了吧？马上就好。三哥，三哥，够了吧？来，把它盖上。三哥，我给你扎一下。不用。你怎么抽了这么多？你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自己划破的。你是不是把朱天德也弄伤了？我不就抽了个血，你有必要大惊小怪的？你怎么还听不明白？这跟抽血没关系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好，我的问题。现在血样拿到了，你可以走了吧？马天明，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的呢？你别问了。行，最后一句，你回答了我就走。说。蔡丽坤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你回来了，他没回来？他需要暂时在病人家里住几天，
不可能。不是最后一个问题吗？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他对外的身份就是一个司机，医生都回来了，司机留在那儿了。难道大家会认为司机的医术比医生高明吗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关心蔡李坤啊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那你有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啊、悄悄话之类的？我可以帮你传达，你跟我说吧。来，说，我听着。朱，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又欺负朱莉了？我哪敢欺负她呀？你们可真是对欢喜冤家，一见面就吵，见不到呢又互相想着。我真没跟她吵架，我还主动积极的配合她抽病人的血呢。抽血？是为了13号病人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全院都知道了，说你改变了治疗方法，现在是什么封闭式治疗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朱天德的病房。真的？你可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我以为他们在传闲话呢，尤其是陈主任，你知道的，他说话可不太好听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之所以不让人进入朱天德病房，是因为在故意掩饰什么。怕别人知道了担责任。我有什么好掩饰的？也许是病人的病情加重了，也许谁知道呢？反正我觉得让谣言不攻自破的办法，就是找个人亲眼去看看，看到朱天德一切正常，就不会有人再说什么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当这个证人。我这个护士长要是看到没问题，就不敢有人再说什么闲话了，对吧？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，I don't care。陶先生吧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比约定的时间早了10分钟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这么谨慎？一定是以前的某种特殊职业让你养成的这个习惯吧？什么特殊职业呀？我就是个司机，司机就得守时。你在衡山医院只是个临时的司机，这个习惯一定是以前养成的。陶先生，我的记忆还没恢复，很多事我还想不起来。我有一个假设，假设你以前是个医生呢？
你这个假设挺有趣儿。你这几天所表现出来的医学素养非同一般，华顿教授都敬佩有加。不知道我这个假设会不会让你想起来什么呀？好啊，我会沿着这个思路好好想想。如果想起什么，我会告诉你。好。这样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：是什么样的力量和信仰，让你义无反顾地走进隔离区，把炭疽杆菌接种到自己的身上？就算你不是个医生，一个普通的市民没有义务这么做的。我倒是觉得一个普通市民完全有义务这么去做，只要他是爱国的。